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天道有数，万物有变之无穷。天地运行有其规则，但其万物有其规律。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之规则也只是皮表。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下面便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种掌纹。什么是通天纹？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上方的一条曲线纹掌，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类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通天纹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纹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是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纹的起点则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与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古人云，手有通天纹，事业不是大败就是大成。手握通天纹，事业方面整体是非常不错的，导纹越少越顺利，否则就会破财变动待业。通天纹预示着能有一份稳定正式长久的职业，也就是比较适合企事业单位职工或者是公务员等。通天纹又称为玉柱线，说的是一生十路丰盈，吃穿不愁，也能较早拥有稳定的事业。以上是单手握有通天纹的例子，下面重头戏来了，双手通天纹，事业体量大，更有贵人扶持帮助的一个例子。关于通天纹，老说法有3种：一，左手有通天纹者，父辈基业稳固，事业上会得到长辈帮助，接手上一辈生意的居多；二，右手有通天纹者，一定会白手起家，尽四方之才，事业蒸蒸日上；三，双手有通天纹者，前世必定是大善人，今生头顶有灵光，神灵庇佑，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另外相书有云，通天纹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有之者心印手蜡，必成大事。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掌纹可以显示福祸，预测命运，还可以掌控未来。在手相中，除了3大主线之外，还有许多复杂的纹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元宝纹、凤眼纹等等。通过看大大小小的掌纹，我们就可以得知命中注定的命运。手相怎么看？现在一般论手相的算命师都是中西合璧，东方西方的手相学兼论，已经无法明确分辨流派。手相算命的方法内容分为整体长相、主掌纹、副掌纹、八卦、掌丘、心丘、指纹、气色、指甲、骨质、肉质等等。基本手相算命原理是看掌纹线是深长或短浅，是清晰或模糊紊乱，横向或直向，有无流苏状或倒纹，掌色是明润或暗沉，有无曲折及断续，掌肉厚或薄、软或硬，骨节长或短，均匀或隆起，整体手指与手掌大小等等。按照所预测的算命目的进行分析，手相算命看左手还是右手？手相算命分析时，双手皆有其重要之处。一般右撇子是左主右辅，左撇子是右主左辅。所有手掌相不同是正常，世界上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左右手。平常一般人惯用右手，因此他的右手便代表后天的命运，而左手则代表先天的命运，左撇子则相反。所以要观看手相时，最重要的就是先清楚惯用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右撇子要观察左手所显示出来的先天性的素质和倾向，然后观察右手所显示出的后天性的倾向和运势。再把两手的资料加以整理后，
做个综合性的手相算命判断。左撇子则是要把握右手为先天，左手为后天这个关键，这样才能够正确判断。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浮在身体表面的青筋，并不是那些连接骨头的韧带和肌腱，而是人体的静脉血管。在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四肢会暴露出一条条可怕的青筋。通常这些人会比较瘦，所以人们就认为是这个人缺少脂肪才导致身体的筋暴露于外处。手上青筋越多，事实上暴露出体外的这一条条东西并不是筋，它们实际上是人体内废物积滞过多所产生的。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血管有静脉和动脉之分，人体通过动脉把心脏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通过静脉把血液收回心脏。当静脉血液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时，青筋常常在人体表面出现凸起、曲张、扭曲变形等反应状。如果身体中有各种淤血、痰湿、热毒、积滞等生理废物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都发生障碍。此时在脸部、腹部、脚部，特别在手掌和手臂的青筋就非常明显。所以青筋就是人体的机制，身体的废物机制越多，青筋就越明显。一般几天不通便的人，青筋就特别明显。事实上，根据青筋的分布，我们还可以判断出不同的病情。例如，一、胸腹部青筋，可能是你的肝已经硬化。胸腹部青筋应注意乳腺增生。二、如果腹部这个地方有青筋或者比较暴突，即俗话说青筋过堵，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积滞，一般是肝硬化的标志。二、手部青筋。手背青筋，手背青筋提示腰背部有积滞，容易导致腰肌劳损、疲劳乏力，常见腰酸背痛，甚至出现肌肉紧张、硬结节。二、手指青筋，小孩手指青筋提示肠胃机制消化不良，成人手指青筋不但提示消化系统有问题，还反映了头部血管微循环障碍，脑血管供应不足，头部不适，严重者会出现头晕、头痛、中风等。三、手掌青筋，手掌到处可见青筋，表示肠胃积滞，血脂高、血粘稠、血压高、血液酸性高、含氧量低，血液容易凝聚积滞，容易出现头晕头痛、疲倦乏力、身体虚弱等。三、头部青筋，可能脑动脉硬化。当太阳穴青筋凸起时，往往提示头晕头痛；当太阳穴青筋凸起扭曲时，表示脑动脉硬化；紫黑时则容易中风。二、鼻梁有青筋，提示肠胃积滞，容易胃痛、腹胀、消化不良、大便不利，提示如果是紫色时，则情况更加严重。三、嘴角、腮下有青筋，往往提示妇科疾病、带下失重、疲倦乏力、腰膝酸软、下肢风湿。四、下肢青筋，静脉曲张、关节炎。膝部青筋提示膝关节肿大、风湿性关节炎。二、小腿有青筋，多是静脉曲张，此病严重者往往发生腰腿疾病、风湿关节痛。总之，人体任何地方出现青筋，不但影响外表美观，更重要的是反映身体废物机制。要让青筋消失，关键是平时要学会给身体排毒。肝脏是重要的解毒器官，如果把各种毒素转变成无毒或低毒物质的进程，怎么排毒最好呢？养肝就是养命，让身体干净的四大法宝。李时珍推荐排肝毒食疗法，菠菜汤。二、平肝散瘀、解毒益菌，食醋最佳。三、提高肝脏抗毒素能力，枸杞不能少。四、按压肝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太冲穴，方位在足背榜首二跬骨结合部之前的窝线中，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评论当中有朋友问到了，双手断掌命运如何？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断掌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古相书上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
这就是说，男人断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价值千金。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断掌，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若是2只手都是断掌，则更是难得。双手断掌的男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呢？这种手相的男人啊，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们工作能力强，而且非常有责任心，只要答应做到的事情，就算再难也会坚持下去。双手断掌的男人做事情都很有主见，喜欢实际操作，而不会仅仅限于嘴上。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掉，绝不会让困难困住自己前进的步伐。双手断掌的男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生活中啊，什么该留，什么该去，绝不会有半点犹豫，因此做事情很有效率。尤其是男人，一生的事业运都是很不错的。在感情方面，他们特别重情，特别是异性之间的感情，只要爱上一个人，就会绝不轻易放弃，时刻做好相守一生的准备。因此在感情方面从来都不需要发愁。但是在健康的方面啊，这种手相的人最容易得肠胃病，所以在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定期做下检查才是。双手断掌的男人命运如何？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比较大男子主义，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却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有些事情啊只能交给他们做，他们就会保持初心，判断力也很强，对一切事情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双断掌的男人做事情还比较有耐心和决心，因此一生的事业不会太差，要比别人容易成功。只要他们认定的事情啊，就会冲破重重艰难，绝不会轻易放弃，因此在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大。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这种人遇到一些明知是错的事情，却会一直错到底，性格特别固执，干什么事情都喜欢一意孤行，不听取别人的建议。双断掌的男人啊，喜欢感情用事，在一些决定上太过依靠心情变化，他们充满自信，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常有不理智的举动，容易被情绪左右。单单从性格上来分析就可以知道啊，这种人从来都不会轻易的妥协一件事情。双手断掌的男人运势比较强，他们头脑聪明，做事情有独特眼光，才华出众，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这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若事业线与太阳线相连接的话，那这种男人会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就，而且还能拥有财富，一生中财运都处于上升的趋势。他们重情重义，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只要遇到了自己倾心的人，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感情当中，时刻关注对方的一切，了解对方的一切啊，只要对方需要自己，他们就会放下一切来到对方身边陪伴。以上就是双手断掌手相。如果只有一个手是断掌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男人右手断掌手相的情况。男人右手断掌有何性格特征？一、责任心很强，凡是开了头的事情，不管中间碰到怎样大的困难，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总是会咬紧牙关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的。二、主观性强，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三、利己心重，好贪小利，喜怒权势。四、做事有责任感，不达成功不停止。五、对情看得很重，尤其是爱情异性，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六、喜欢独自经营，事无大小也都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插手，也不容易听信别人的意见。七、爱恶分明。八、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九、个性坚持的近乎固执的人。10、很有能力，重权，大多领导人都具有断掌纹。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
诚实与否。智慧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现在二文为一，表示感情和理智不会分割。于是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到感情或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比较强。断掌人不听父母的话，左断防父，右断防母，防者克也。异地分居，聚少离多，或同地而不同居，代沟大。右手断掌的女人怎样？断掌的人可以做大事业，有一种跟波浪形相反的头脑线，这条头脑线由大拇指那边的掌边开始，一直向小指那边的掌边伸过去，宛如一条小疤，将手掌切分成上下两段的切痕。它既是头脑线，又是感情线。女生右手断掌会怎样？一，对爱情看得很重，凡是爱情异性，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二，责任心很强，凡是开了头的事，不管中间碰上怎样大的困难，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总是咬紧牙关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三，个性坚强的近乎固执的人。四，喜欢独立经营，事无大小也都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插手，也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五，不善于跟别人相处，即使是家人也相处的并不十分愉快。假若不幸失了恋，他可能会伤心的终身不结婚。这种爱情至上的人乃属于悲剧性的人物，所以具有断掌的人，他的事业成功的比较难，也成功的比较缓慢。但在成功之后他便能确保住这些成就，他便继续向新的成功迈进。右手断掌的女人性格如何？一，当今更是男女同步，大男人世界生存的空间与女人的也不相上下，所以女性断掌并不再是什么了，爹娘养或克夫长了。这也是时代改变之下命相学亦要做进步的变化。当然不易妥协的性格，始终对婚姻会造成很大的波动，也是无可避免的。二，中年之后，意志力越来越坚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爱恨易走极端，但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在感情上，好则好，不好则了。女人属阴，若太刚，怕是对婚姻不太利，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你二人非常的投缘，那也是非常完美的一对。三，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头脑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轻重、热诚与否；头脑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现在二文为一，表示感情与理智不会分割。于是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到感情或是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也就较强。不用再论其他的因素，单从这性格上的分析，便可理解古时面相学家如何对拥有断掌的妇女认为一生不利婚姻的原因了。四，女子断掌不吉。因为断掌人一般都醉心工作或是追求名誉，而在古代女子不用外出工作，只要找到一个好丈夫就是好命。而现如今年代大大改变，男女平等，女子也可以有事业，只是很多人不了解断掌的意思而已。断掌人不听父母的话，左断防父，右断防母，防者克也，异地分居，聚少离多，或同地而不同居，代沟大。因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断掌人的个性比较倔强，容易冲动，理智绝对控制感情。五，女性三从四德的时代，基本不可能有独立思想，凡事都以丈夫的意见为主。但断掌的女性就算是很倔强，亦未能够达到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地步，自然就难得到丈夫的欢心，打入冷宫是必然的事情。又或丈夫自尊心受损，闷结也打不开，多忧损寿之下，所以又认为断掌的妇女克夫。六，这就表明
断掌的女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刚愎自用和过于得理不让人的性格，要知道迎合丈夫的心理，不要在家在外损伤自己男人的面子才好。女性拥有一对断掌，所谓的不利婚姻，主因是性格上的影响居多，并不是先天命注定的离婚不可。若肯改变本性，厄运就会减少。女人右手断掌手相，女人断掌则代表父母缘薄。过房养的意思就是自小遗过继给他人，或者自小跟随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若女人有此掌纹，属命硬之人，克性相对比较大，对周围的亲人的运势都有阻碍的作用，所以自身的感情路程一样比较崎岖。结婚阻碍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有的人事业好，可带动财运名利双收；有的人头脑灵活，能通过生意发家；还有的人运气好，中一次100万大奖足够富起来。这几种人都是财运比较好的。其实一个人有没有钱，一般从手相上就可以辨别出来。大佬提醒，有钱人手上基本都有这12种手纹。1. 聚财纹。聚财纹是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有这种聚财纹的人天生财气足，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而如果右手有这样的纹路，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可做老板。2. 财库纹。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延伸到掌外的位置为财库纹。财库纹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看命运好不好，运程顺不顺，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分叉纹路有几条，就表明一生财路有几条，延伸的越长，就表明钱财越多。3. 元宝纹。手相中的元宝纹是指手掌中有3条主线一起和其他一些辅助线形成犹如金元宝的样子，这样的手纹称为元宝纹。上面宽下面窄成梯形，这样也是元宝纹。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元宝纹顾名思义，表示能拥有金元宝，财运滚滚来，天生富贵命。元宝纹的形成没有规律，元宝也是有大有小，大元宝财产多，会是大富豪；小元宝衣食不愁，日子过得非常富足。4. 凤眼纹。人的拇指生于手掌的金星丘部位，主一生田宅官禄的丰足程度，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如果形成闭合圈纹，形如眼状，则是典型的凤眼纹，这也是难得一遇的钱眼纹。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手气极佳，运气傲人，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一生广交朋友，不但有横财，更有贵人相助，到了中年之后可有钱有势。5. 事业线比较多且长。一般来说，事业线的好坏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所具有的事业运势，其分叉多并不是说参与的行业多，而是说明其人所具有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涵盖了比较广泛的行业领域。拥有如此丰富知识的人，只要能够获得良好的机会，便能够创造出不菲的财富，生活富足，非常有福气。6. 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
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7. 太阳线清晰伸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升得清晰伸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8. M 型掌纹。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假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9. 理财纹清晰。手相学中的理财纹指的是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都不错，尤其是偏财运旺盛，容易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到账，而且数量还不小。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踏实稳重，做事有条有理，待人热情，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能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普通，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真的有了好的机会出现，他们便能够平步青云，获得很大的成功。10. 断掌。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大家知道，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那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横贯于手掌中，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那么这就是通常说的断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断掌的人我们见过的很少，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越是稀少的手相，越是会与众不同。一般断掌的人在企业家或者是高级别的领导里面居多，因为断掌的人会有赚偏财和横财的果敢和大胆，在遇到赚钱机会和商机的时候，会比别人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并迅速把握住，从而赚取大财。但是呢，手上有断掌的人性格很好强，做事情很努力，劳心劳力，每天想的事情比普通人要多好多倍，所以也容易有心脑方面的疾病，要注意定时休息，及时锻炼和保养身体。11. 守财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拇第2节指腹表面有横向财富纹，也叫守财纹的人，既能赚钱，也能守得住钱。如果守财纹多而且长，表示其人赚钱能力强，而且守财能力也强。如果守财纹少且短，代表其人只能入财小或不易守财。如果没有守财纹，则其人一生存不住钱，到年老时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12. 财富纹。在大拇指的第2节表面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纹线越多，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另外，在大拇指第2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斜纹、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均可称为财富纹。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拥有财富纹的人，无论是横纹、竖纹或者是斜纹，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同时也更加忙碌。
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事必躬亲，谨慎小心，在赚得很多钱财的同时也非常辛苦，故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命。有以上12种手纹的人注定一生抓钱无数。但是大佬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财运有正财与偏财之分。什么是偏财运？简单的讲，就是意外之财，比如通过福彩、体彩、足彩、股票等一夜暴富的人，往往其八字属于偏财运。在命理学中，一般把这种与职位、工作无关的财称为偏财。相对于从正常途径获得的正财而言，所谓偏财，则指的是众人共有之财，属于流动之财、不安定之财，会有很多人来争夺。在命理学中，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手相，大略地判定出此人的偏财运。下面马上拿出你的手掌，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你究竟有没有偏财运吧。爆发型的偏财运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这样的偏财运一旦走起来，会立刻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手纹中如果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有爆发型偏财运的几率比较大，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也同样有机会走好运。偏财型，如果你的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则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有这样手相的人通常财运比较旺，尤其是偏财运，总能够中一些小奖，或者投资赚得一部分收益。理财型，懂得理财的人，偏财运同样会比较旺盛，而理财不仅跟能力有关，还跟手相息息相关。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通常帮人家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财运好，从来不会缺钱用。一元型的偏财运一般出现在女生身上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而且这些财运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而女性会找到有钱的男人，生活可以过得无忧无虑。旺运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的人，虽然本身不喜欢受到他人的约束，但因思考细微缜密，做事勤劳努力，因此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聪明才智，将会有所成就，财运自然也旺，正财好，带动了偏财。一般来说，手掌上的成功线和命运线合在一起的人是偏财运的手相，偏财运佳。手掌软且红润的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不按牌理出牌，会使他人处理危机得心应手，从事买卖会有赚头，也是偏财运的手相。除上述情况外，无名指的一些特点也能预示出一个人是否有偏财运。无名指较长的人喜欢刺激的感觉，不服输。如果无名指没有缺陷、弯曲，无名指下方的太阳丘凸起，川字线纹清晰，是典型的偏财运的手相，表明这个人的运气较好。另外，手掌并拢时无名指还能弯曲的人，在金钱方面精打细算，不做没有好处的事情，偏财运旺。一个人是有正财还是偏财，通过面相看人财运的话，一般是要看鼻子，这是一个考察财位的重要部位，在鼻子的中间称之为准头，而左右鼻翼在相学中称之为兰亭。眼位，假如准头大，大多主正财运好，而兰亭眼位生得有威风的话，那代表此人会有偏财运。
不过一个人假如鼻翼过小的话，那在钱财上没气势，也代表了不够大方。交友中钱财往往看得重，有小气之嫌。我们再说回手相，如果以上提到的几种偏财运比较旺的手相没有你的话，不要灰心，还有几种特殊的手相财运也非常好，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吧。智慧线分叉向上，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善于理论性的思考，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加，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将钱的效用做最有效的发挥，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强运，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是赚钱能手的类型。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相，不过你在金钱的使用上较节俭，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铁公鸡。益财而非为财所益，是送给你的一句话。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星，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接了太阳线，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像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从落魄的单亲妈妈成为全球最会赚钱的作家，或者你会投机运很强，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不动产线，具备不动产线的你有不动产运，连接太阳线和命运线的横线称为不动产线。不动产线在手掌越下方出现，得到房产的机会越早，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自己赚来，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不动产线2条以上时，表示你的不动产运相当好，可以以房子为基础，掌握更大的财运，可善加利用此优势。不过没有不动产线的人可不能擅自推论为没财运，只能说因为主观因素，譬如常出差未买房或习于租屋而与房子缘薄。其他方面的偏财运，如股票和中奖运的有无，则要参看手掌其他线条判断，别因此而觉得自己一辈子与偏财绝缘。直觉线，有直觉线的你天生比常人灵敏，在投机运的世界中，灵光一现的第六感往往占重要的一席之地。你那强烈的直觉和潜意识是你偏财运强的原因。睡梦时出现的梦境或刹那闪出的灵感，往往能给你带来偏财运。宜多信任自己的直觉。断掌，你是断掌吗？断掌手相不多见，每100人不及10人，其中西方人少见，东方人略多。这样的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只是再请看看你的无名指，如果它接近中指的长度，则要避免投机取巧的赚钱方式，小心因此倾家荡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